大家好，终于找到当初百香果种植实验下的纪录片了。当初为了配合呢棚架重新拉绳对百香果做了重剪除了可见呢百香果根系与茎系的运送水分能力外呢，两个引粪槽上方也堆满了修剪下来的百香果枝条本篇内容继续发掘引粪之外呢，也顺道把养土的过程与心得分享一下个人的浅见这咸丰草呢堆叠在密闭的菜床内呢，经过数日的曝晒阴干后呢，下方接触到地面的土壤之处仍可发现部分杂草还有生命的迹象这也是在做不经掩蔽的堆草槽或堆肥草时呢，总是一再强调得层层堆叠的原因而需要制作菜床来进行种植通常是家庭式种植比率会比较高若是您呢也不想要施肥或用药本部影片呢就真的很值得赏味因为做的菜床呢并没有先做基肥而是直接要让整个菜床呢经过时间的发酵后可以达到自行生产养分与引粪的菜床而这种方式呢目前在种植叶菜类上效果是非常好对于需要高肥力长期的作物呢则仍还在测试中而有个建议给想要自己堆肥的观众朋友可以多点耐心把影片看完或许会有不同的想法堆肥这件事呢毕竟更需要耐心光等待发酵完成到可以拿出来使用呢也要好几个月了但对于想用科学角度呢看种植养土这件事情的观众朋友呢，个人则会利用不同的角度来推敲出一些不同的想法虽然这上层杂草的茎呢已经干燥了比较快速的做法呢是直接铺上一层中药渣额外铺上一层中药渣呢也有充当隔离层的效果中药渣呢除了有浓烈的味道可以强烈吸引蚯蚓外呢，因为高温高压熬煮熟过也算是进行了消毒灭菌这药渣是取自于一间大型的中医医院单纯只是中草药加以熬煮不像家里炖煮中药时呢还会添加鸡肉等荤食因为是待客熬煮留下的药渣既然人都可以食用了充当蚯蚓的食物呢自然也不是问题若把它当成多样化的木质呢经过高温杀菌就更单纯了由于经过高温杀菌呢这样摆放后的隔天表面就会出现白色的真菌菌丝抑菌但因为不是在无氧或低氧条件下这些菌丝呢并无法保留在药渣表面上太久如果你也想尝试看看呢却无大量的中药渣可以使用也可以使用熬煮过的茶叶手摇饮料店呢应该是会很愿意给或是附近有饮料加工厂也很容易取得冬瓜渣或是仙草渣这种经过熬煮过腐化的速度呢会比树枝更快速许多而添加这些材料的目的呢主要是要提供给蚯蚓当食物当然呢如果有树皮或小树枝也是可以的选择这也算是在仿照大自然增添土壤有机质的环境大自然的神木呢不也是在自然环境下孕育出来的也由于最近天气很不稳定时常在下雨只能呢分批铺设药渣较晚铺设的药渣上呢还有菌丝另一侧的药渣呢则已经被风干了接下来呢就是再次检测这一槽内呢是否都已经变成引粪土了
挖下这些土壤呢，顺道进行铺设菜床了。预计目标是可以有20公分厚的土层。现在挖掘的位置呢，当初在种植柳川鱼花时呢，就不断的将拔起的带土杂草往瓦片旁堆叠进行就地堆肥目前看来呢，已经是都转化成土壤了啦。至于比较内部的土壤呢，堆置的主要则是百香果种剪下的枝条啦。眼前这仍是有机化成的土壤这土壤呢，明显呢呈现潮湿保水、透气却不黏的状态啦。也许呢，这也是冬天种植菠菜时没有浇水却可以长得很好的原因啦。观看影片的同时呢，先来说明一下对于土壤有机质重要性的浅见有个说法是呢，当土壤的有机质拉高到10% 以上时呢，在不施肥的条件下一些作物就可以自然生长得非常好了。而常见所谓的肥沃土壤呢，也就是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的黑土啦。眼前这疏松的土壤呢，其实是大量的养分而提高土壤有机质的目的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在提供蚯蚓与微生物丰富的食物啦。也因此呢，才会出现像这样大量的颗粒状养分而好的种植土壤呢，又希望可以有团粒的结构这些养分呢，像不像是更为细致的团粒结构？至于利用这种方式种植时呢，需要怎么做才可以大大的提高种植效率这部分等到作物进场时再来说明这不是要吊胃口是因为作物才刚进行撒种不好呈现之外呢，影片剪接也很难完整交代类似的内容呢，目前是尽量以不重复拍摄为原则啦。现在先插播一下巢内的剖面影像，这个角度呢会更容易明白到底做出了多少的养分这也是后来呢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再另辟一处专门养蚯蚓的原因当然呢，这还可以看出养分土的特性养分土的团粒结构呢，很容易吸水保水外呢，提供土壤的透气性对于植物根系的生长也很有帮助啦。但切记，如果只是要当土壤使用呢，不要给太多水太多水会遇到的状况呢，一样放在后续影片再进行说明现在这种堆肥的方式呢，与在封闭的巢内进行发酵堆肥有很大的不同是直接将有机质转化成养分好处是省去将素材经由发酵转换成有机质或肥料，再摆进去土里呢，当成作物生长的养分坏处是要转换成整巢可以自然循环的时间呢，会比较久了。然而呢，这也许也是为何一般种在花盆里的效果会比直接种在土地上效果较为不好的原因因为土地上呢，蚯蚓或微生物呢，顶多是数量多寡的问题当填充了有机质做蚯蚓的食物呢，就可以产生自然循环的效果就算作物吸肥能力非常大，但只需要适时的休耕呢，或是换成比较不吃肥的叶菜类呢，一样可以继续耕作。而在花盆里呢，因为生存活动空间比较少就算呢有摆放蚯蚓呢，也不容易保留住大量自然繁殖出来的蚯蚓因此呢，若方便的话呢，种植在封闭的空间最好可以适时的添加蚯蚓不然呢，换土或是添加养分呢，就是必要的动作了。初步的菜床铺设终于完成不过呢，这种宽度呢，日后除草或采收时呢，还得绕路感觉有点麻烦
于是，在内部多做个过磅计哈，限重100公斤呐，否则呢后果自负哈。如果很需要踩进去的话呢，则可多处再铺设砖头了。个人只是要做个懒人的便道哈。施展草上飞的功夫时呢，顺道提醒一件事啊，除了要丹田提气外呢，也麻烦在铺设前呢，先将土壤垫高啦。毕竟这下方是疏松的气垫哈，并非是扎实的结构啦。谢谢收看。